是清风。看过的、听过的不会是梦。你不说，我痛的因为相逢。哭过、笑过，将往事尘封。如果还能在日出时想起，不眠就不会痛夜里凋零。如果能在沉默前拥抱你，故事结局都良辰美景。你我相逢是命中注定。All the materials of Ling Chengshen, including the Mining Bureau documents, are here. My father once said, particularly, that he wouldn't let anyone of the Lin Group offer bribes. And Lin Chengshen made a positive response. He also insisted that he was framed by Tony. But it showed here that he was wrong. Any other questionable points? We have two. More than one employee of the company have testified that the license was issued in March. But actually, the license of the Mining Bureau was issued in early April. Secondly, the CFO, Wu Qianni, have shortly disappeared after giving testimony to the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and her resume was also faked. Can we ask the judge to investigate the case again, based on these 2 points? Far from enough, unless we find new evidence or testimony. 什么时候走？晚上的飞机。Good。谢谢。不用谢，这是你应得。唉，总算可以退休了。记得别让人找到你。放心吧，我不会回来的。今天晚上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请客啊。行啊，来。仓库区不能抽烟啊。要你管。阿明，阿明，阿明。阿明，
当时你去哪儿了？我吃饭去了。深更半夜的，你吃什么饭呀？我之前忙着卸货，我连晚饭都没吃啊。消防队现在已经查出来了，说是有人乱扔烟头造成的火灾。那估计是那帮卸货的扔的。我看不是别人就是你。我怎么跟你说，你怎么不信呢？我自从当了仓库管理员，我烟都戒了。戒烟了是吧？对呀。你敢问你还撒谎？我这是给那帮卸货的抽的。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以为我会信你啊？爱信不信。张阿明停职1个月，扣全年年终奖。哎，他不是老总亲戚吗？啊，处分这么重，为什么？听说啊，他在仓库抽烟，差点把景小姐烧死了。那必须得严惩。看老总怎么处理吧。啊，这些也是我们的市场优势。现在呢，凭什么出了这个告头上？我都说了，那烟头不是我丢的，你们讲不讲理啊？还那是开会呢。罚你罚的是擅离职守。少来，找不着我丢烟头的证据。行了，非得给我按个罪名，老子不干！干嘛呀你？犯什么浑啊？继续开会，两边接收。嗯。你的考卷。老板，哎，再来3瓶啤酒。好嘞，马上啊！妈，吃饭了。哎，这电话也不接呀。窗户也不回，再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呢？他那么大个人了，能出什么事儿啊？你先别吃了，你能不能跟简爱商量商量，跟他求求情，就这一次饶了他，下次不再这样了，绝对不再这样了。妈，阿明这次真是闯了大祸了。虽然烟头不是他扔的，但是仓库是他管的呀。这场大火要是换成别人，早就开除了。简爱就是扣了他点钱，已经很轻了。去！不干，不干就不干。我刚打了阿明，我知道你肯定是心疼，但他这样不行，他醉酒开车还闹事儿，如果我再不管他的话，他将来会出大事的。打得好，该打。你当姐的就应该这么管教他。你就挣几个臭钱吗？等我挣了钱，我一定把这仇报回去。他酒喝多了，撒酒疯。他的话，千万别当真啊！我不会跟他计较的。等他伤好了，回公司你好好教训他。
那不可能了。那，你不打算留他了？姑，他接二连三的出事儿，我要再把他留在公司，我跟其他员工怎么交代？你不留他，他去哪儿啊？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他应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怎么说，他也是你弟弟。他是我弟，在家我可以让着他，但是在公司不行，必须按原则办事儿。妈，他这是怎么了？没事，妈，你别担心，打了镇静剂，睡着了。怎么办？简爱要开除的。你也别怪简爱，阿明确实太不争气了。我谁也不怪。你怎么来了？我手上还有点活，马上忙完。没事，你先忙。他们都去跑业务了。喂，您好，是亚飞纺织吗？哎，我是天骄外贸的文心。是我正想说这事儿，不好意思啊，合同今天可能出不来了，我会尽快的。好，好。找我什么事儿啊？谢谢你的救命之恩。你不用谢我啊，我可不是专门去救你的，我也就是恰巧路过那儿，换做是谁都会这样做的。可你救我也吃了不少的烟尘，我当然应该谢谢你啊。还有别的事吗？我能说句真话吗？你嘴里有几句真话？亚飞纺织在上周已经撤离了中国市场，我代理的是他们欧洲的业务。现在天骄外贸就你一个人了，这个地方房租成本也不低。要是1个月之内你再接不到业务，应该就要倒闭了吧？你可不要胡说啊！我的简爱外贸已经倒闭2次了，这种情况我太熟悉了。你是来羞辱我的？文心，不得不承认，其实你不适合做老板。跟你有什么关系？但是做业务你是把好手，
来简安外贸吧，你会是个非常优秀的业务总监。当然，你也不用担心是在替我打工，公司会有你一份。是我让你离开中纺的，你不恨我吗？我当时就说了，我很谢谢你，让我卸下了那个负担。现在看来，我更应该谢谢你啊！如果当初我不离开中纺，也不会有现在的我。今天跟你说一句心里话，你走了以后，我一直特别后悔，不是良心上的啊。我真心觉得我失去了一个非常好的对手。那就来简安外贸，我们继续。BBA 的样衣也是我换的，你也是受人指使的。我可能还是会继续嫉妒你啊。那就继续吧。你的嫉妒，才是我更加前行的动力。简爱，以前我只是嫉妒你的才能，但是我现在嫉妒你的气量。我给你1周的时间，把这里的首尾收一下，来简安外贸报道。好的，简总。简总在吗？啊，在的。这是他们公司目前给我们的反馈。文总，那我们先去了。你干什么呀？一惊一乍的。不是，这个文心怎么在这儿啊？忘了跟你说了，上个礼拜开始，文心就是我们这的业务总监。文心姐，文心姐，文心姐，我找您签个字。进来吧。简爱，觉得这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不是，你也知道，文心她以前确实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可那都过去了。文心这个人本质还是挺善良的，特别是最近，她真的做了一些事情让我很感动。况且她的业务能力也很胜任这个职位。你放心吧，我跟他之间已经没事了，未来也会越来越相处得更好的。希望如此吧。你来找我干嘛？对，我来找你抗议。你看看这个，人工费在涨，房租、水电在涨，唯一不涨的就是报价。我们也想把报价报高啊，没用啊！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些客户压价的水平。但是我一年比一年辛苦，一年比一年赚的少啊！哎，按照你这个报价，我辛辛苦苦的做一件风衣，才赚20块。你赚的比我多了。这也太不公平了吧！啊，凭什么他们上百上千万的赚，咱们只赚零头啊？我们这个行业啊，就是这样的，大部分利润都被品牌拿走了。品牌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我李一鸣有朝一日自己弄个品牌，就叫做一鸣惊人。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啊？我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了。做什么呀？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自己的服装品牌啊。对
对呀，你这个主意实在是太好了。那个太激动了。啊，不对啊，佳，我们要是弄自己的品牌的话，得先要有个设计师呀，他没有。有一个人选。上个月我跟菲律宾那一单已经交货了，然后我会继续跟进后面的工作安排。这一次的一个新样品呢，客户那边不太满意，但是我会继续跟进的。你好，我专门来拜访魏峰老师。不好意思，魏峰老师不见没有预约的客人。行，那就帮我预约一下。行。那我帮您约到明年的3月4号上午10点吧。您说是明年？对啊，魏峰老师很忙，档期很满的。亮女，是这样的，我大老远的来呢，就我们公司离这儿特别的远，来一次特别不容易。您看，您是否可以破例一下，让我见一下魏峰老师？对不起。说几句话也可以的，就一句话。实在抱歉，不可以。理解。理解。这样，这是我们公司的资料，还有一些合作伙伴，您看能不能把这个转交给魏峰老师？拜托了，拜托了，谢谢谢谢。好吧。感谢感谢。没事。你们跟明鼎集团有合作？对，是我们的大客户。我们也可以借助明鼎集团把魏峰老师的牌子打到出来。您请回吧。不是我觉得对魏峰老师有很大的帮助的。您请回吧。好。人都没见着，你直接被赶出来了。是啊，太尴尬了。对不起啊，这我也有责任。这究竟怎么回事啊？哎呀，你还记得老侯吗？记得呀，就是因为他吃里扒外，你才下定决心要弄厂子嘛。那件事情呢，我也有连带责任，但最后也不了了之了。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 Tony 的设计也是抄袭的，抄的就是魏峰的设计，所以那次之后，我就记住了魏峰这个名字。怪不得，你是不知道，我一提明鼎集团这4个字儿啊，那团队马上脸色啪就一变了，然后就把你赶出去。是啊。哎，文心，帮我签个字。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所以啊，你还是要去找一下这个魏峰老师，跟他说一下我们跟明理之间的关系，还有上次那个抄袭事件我们的处理方式。可是我刚被人赶出来，还舔着脸上班啊！这事我做不了，你要去你去。哎呀，这不是你擅长的吗？我擅长什么呀？厚颜无耻呀！我哪有啊？行了，我去忙了。哎，我跟你说，虽然文心才来了1个礼拜，但是我们这现在的这个业务又创新高了。看来之前是我小心眼了，可不是吗？我跟你说啊，这个特别好，早点带给我呀，一点都不苦，是不是啊？不苦，真的。前台都没人了，还在这聊闲天儿。娇姐，我们没有啊。被我逮着了，还说没有，一人扣100啊！哎，不是，娇姐，我们没聊闲天，聊正事呢。你们俩能有什么正事啊？这不是听说娇姐要升副总了吗？我们就商量着呀，怎么给您庆祝呢？你们俩从哪儿知道的消息啊？据说要成立集团了嘛，人力资源部正在做方案，简爱外贸这边要调2个副总。那娇姐，你总也是其中一个吧？到时候就不是娇姐了，是焦总。有人呢，你们俩小点声。焦总，到时候可要请吃饭哦。请，那就香格里拉自助餐啊！这自助餐你也不怕肥死？
那饭后给您准备碧生源长青茶嘛，保证你的完美身材。太贵了，不行。不是，哎，这才配得上焦总的头衔嘛。娇姐，简元姐找你呢。啊，干活。哎，好嘞。来，进来。你找我啊？啊，坐。啊。我想跟你通个气儿。我想任命梁斌和文心为简爱外贸的副总。那我呢？你还是简爱外贸的行政总监。我是不是比他们两个都低呀？职位的高低呢，是由管理者在公司的角色和职责来定的。你也知道，文心和梁斌他们带的部门是业务部，也是公司的核心部门。行政部不是核心部门，不重要，那干脆撤了算了。你看你，哎，我就知道你会有情绪，所以赶紧先把你叫过来，先跟你说说，通通气儿商量一下。阿娇，其实这么多年，你在简爱外贸所做的贡献，这么多年你对简爱外贸付出的心血，我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当然了，我任命你为副总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为什么呀？因为现在不是我们两个人呀。过去我们俩什么事情两人互相商量一下就行了，现在外面光员工100多号人，还有跟李一鸣公司互相参股，所以我当然要选择一个能够促进业务增长、促进公司发展的一个管理模式啊。其实说真的，什么职位不职位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一起往前走，不是吗？你不用考虑我，公司是你自己的，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呗。哎，怎么这会儿突然回这边了？不想回那边。那明天早上赶得回去上班吗？不想上班。怎么了？我不想干了。你不想在哪儿干了？还能是哪儿？简爱那儿呗。什么语气啊？好好跟妈说话。那你不在他那儿干，上哪儿去啊？哪儿都行，就是不想在他那儿待了。你和简爱吵架了？没有，我就是有点心寒。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把一个刚来的人提成副总了，我还是原来的位置。谁啊？文心啊？那凭啥呀？凭啥？就凭他一句话呗。哼，当初他整我的时候，你站在他那边，现在报应来了吧？没人整你，是你自己不争气。那你不去简爱那儿干，想好了上哪儿没有啊？你看看阿明啊，现在只能在夜市里卖内衣内裤，挣的钱只够他自己花的。我那是没碰到好机会。你要是也把这份稳定工作丢了，他在娘仨还不等着饿死啊？要不咱忍忍，乖乖回去上班吧，好不好？我就是觉得委屈，我心里难受。哼，这只是一个开头，先让你难受，
你受不了你就走，你要是不走，下一步就是赶紧走。你别胡说。我说的是实话呀。这简爱那会儿穷的时候，谁帮她？不我姐帮她了吗？现在发达了，我姐呢？我姐什么都没有。妈，我白白挨了这么多年，到头来什么都没有。我要是你啊，我今天就想办法多弄点钱。真要有一天他把我赶走了，我别闹个什么都没有。简爱不会赶你走的，她不是那种人。他是不会，但是现在他身边小人太多了。行了，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准备碗筷，咱吃饭。我们知道抄袭之后呢，马上终止了交易，跟明鼎集团签订了补充协议，让他们保证不许有类似事件发生。这是补充协议，还有一些资料，您和魏老师先看一下。李先生，我们魏峰老师目前只做高级定制，没有和任何公司、任何制衣厂有合作的打算。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想为了商业的价值而委屈自己设计的理念。但是我不觉得两者之间有什么冲突。不好意思，又让您白跑一趟了。啊。哎呀，华人吧，这老家伙，我估计拿吊车吊，都吊不动。是不是你诚意不够啊？你诚意够，那你试试，反正我不行了。喂，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吗？你好，请问魏峰老师在吗？他在的，请问您是？这是我的名片。请问您有预约吗？没有。啊，不好意思，魏峰老师现在在忙，而且我们这里只接待有预约的客户。魏峰老师，商业利益并不是首要的，我们更在乎的是服装本身。我们希望所有的人穿上我们的衣服之后，都能发现最真正的自己，发现生活，发现美。不是，不好意思，您打扰到我们。工业化的生产也是可以有态度的。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品牌，我想把中国的品牌推向全世界。忙着经历波澜，忙着积攒勇敢，漫长的灰暗，只为转弯的曙光。忙着规划日常，忙着应对无常，修炼的坦然，不管不顾的平凡，被迫的善良，解读着遗憾，就算原谅，要懂自我欣赏。魏峰老师，魏峰老师，魏峰老师您好。不好意思啊，我非常希望能够有机会跟您合作一个女装品牌，想法创意都尊重您的意见。这是我的名片。魏老师，我一直以来呢是做服装外贸，但是大部分都是国外的品牌代加工。你叫简爱。是，可是我在想，我们不管从设计理念，还是做工，还是管理，我们中国人一点都不比外国人差。为什么不创立一个自己的品牌呢？你刚才说，你的品牌叫什么？简爱女装。我答应跟你合作。魏老师，你答应我了。
可以走了吗？啊，马上。这条裙子你还留着呢？你还记得？当然记得了。那天你穿这条裙子去学校，全班人都在后面。你还故意把墨水泼在我的裙摆上。我的老妖！姨娘，你干嘛呀？不是我走！你干嘛推我呀？你在找你妈呀？哎，姐！那时候小不懂事儿，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你的注意力。其实这条裙子啊，是我妈设计，我爸亲手为我做的。真漂亮。那时候他们感情已经出问题了，只是我还太小，什么都不知道。对了，燕儿，那批劳保服快做完了，下午就能送货。送了货收了钱，你就去买那套新书。不用了，太贵了。多贵都买，难得你喜欢，干嘛不买？你能不能别对我那么好？佳爱，叔叔阿姨之间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他们作为父母一点问题没有，他们特别爱你。他们当然是爱我的。这条裙子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我一直把这条裙子留着。其实很多次晚上，我睡不着的时候都在想，如果明天早上一觉醒来，我还是裙子做好的那天，我依然没有长大，什么事情也都没有发生，他们也依然还在。佳爱，过去的事情不能重来。虽然叔叔阿姨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们对你的爱一直都在，就像这条裙子一样。其实啊，我爸是个特别好的裁缝，他最开心的就是他的客人穿上他做的衣服，变得更美。你做简爱女装，也是为了叔叔吧？哦，是吧？我也希望有人穿着我做的衣服变得更美。我希望这个世界也能够因为我变得更美，变得更好。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我们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爸爸，你不是一直希望把我们简氏的招牌放到商场里去吗？今天这个愿望要实现了，你开心吗？走吧。3、2、1，好，那有请各位嘉宾还有记者朋友移步厂房参观，这边请。好，哎，简总，请您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简爱集团。我们简爱集团呢，分为3个板块，一个板块是我们的简爱外贸，还有一个板块是一鸣制衣厂，另外一个板块呢
是简爱女装品牌。简总，您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版？你跟简爱关系怎么样了？忙着经历波澜，忙着积攒勇敢，漫长的灰暗，只为转弯的曙光。忙着规划日常，忙着应对无常，修炼的坦然，不管不顾的平凡，被迫的善良，解读着遗憾，就算原谅。生命只不过是一场流浪，怎么反复陷入悲伤，总依附他人目光，毁绝了自我的欣赏。不过是一颗星光，排遣到人海的平凡，自然的本质就是孤单，要懂自我欣赏。忙着经历波澜，忙着积攒勇敢，漫长的灰暗，只为转弯的曙光。忙着规划日常，忙着应对无常，修炼的坦然，不管不顾的平凡，被迫的善良，